提到大空头的时候，你脑子里是什么画面？是不是那个性格古怪的、总是在喊崩盘的这个末日预言家，喜欢做空一切的赌徒？如果我告诉你，其实马克·伯瑞是巴菲特的信徒，是一个原教旨主义的价值投资者，你相信吗？最近大空头麦克·伯瑞又成为风口浪尖的人物，是因为他在11月初做空了英伟达，而且近期已经开始获利了。与此同时，他在推特上也异常的活跃，他还在 Substack 上开通了一个收费账号，一时间有很多人，吸引了很多人的订阅，瞬间入账2000万美元。我目前还没有订阅他的账号，但是他在感恩节为了回馈所有的用户呢，给免费用户也发送了一篇文章，写了他1999年互联网泡沫接近顶峰的时代，他所思所想以及他当时的一些经历，所以他写了这篇文章，标题叫做 Foundations My 1999。照字面意思理解，就是他的所有的投资生涯的地基就是在那个时候奠定的。今天我们就通过 Michael Burry 1999年的这篇文章来给你还原一个真实的 Michael Burry。这是他在 Substack 上面发布的文章，然后在这篇文章里面给出了1999年他写的这篇文章，也就是在这儿。所以我们今天通过他这篇文章来解读为什么我们说他是一个价值投资者。在大空头的故事发生之前，也就是在2008年次贷危机之前的10年，马克·伯瑞其实真是这个地球上对巴菲特式价值投资执行的最死板、最原教旨主义的人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我们解读这篇 Buffett Revisited 重访巴菲特，这份写于1999年4月，尘封20多年的原始投资笔记，给我们展示了当时那个还没出名的夜半医生所思所想。他用最冷酷的数据羞辱了当时所谓的价值投资者。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1999年4月，那是互联网泡沫最顶峰的时期，接近最疯狂的时期。当时的 Michael Burry 还不是基金经理，他只是斯坦福医院神经内科的一名住院医师。白天他在手术室累到站着能睡着，晚上回家他就化名叫 Value Dog， 运营着一个 valuestocks.net 的小网站。在那个人人都追逐高科技泡沫的时候， Burry 做了一件极其离经叛道的事，他买入了苹果的股票。当时苹果的股价低于34美元。各位可能会说，买苹果不是很正常吗？不，在1999年，苹果被视为一家过气的硬件公司。更糟糕的是， Burry 公开宣称他认为苹果是一只符合巴菲特标准的股票。这句话彻底激怒了当时主流的价值投资者和巴菲特的信徒，他收到了大量的批评。有人嘲笑他说，你怎么能拿苹果和巴菲特的爱股可口可乐、美国运通、迪士尼相提并论呢？甚至有批评者信誓旦旦地说，你100万年也找不出这3家公司里有哪一家在11年的时间里面会让股东亏钱。也就是他们拿这个跟苹果的股票去对比，说他们都比苹果要好。他们认为只有买那些永远涨的蓝筹股才叫价值投资。 Burry 是怎么回应的？他没有在那场口水战中表现出任何的情绪化，用冰冷的手术刀般精准的数据回击了他们。 Burry 在文章中反问道，好公司真的永远不亏钱吗？让我们看看他列举的这组令人毛骨悚然的数据。首先，股神的最爱可口可乐，如果你在1971年买入，持有11年到1982年，股价看起来是没有跌，9毛1跟8毛9差别不是很大，对吧？但在那个高通胀的年代，如果你扣除通胀，在这11年里，你的真实资本缩水了 58%。 Burry 冷冷地写道，不，股息并没有跟上那个时代炽热的通胀率。再看迪士尼，从1973到1985年，整整12年，名义上股价跌了一点儿，但算上通胀，真实价值其实只剩下5毛7，那是一场70%的资本毁灭。而且最讽刺的是，这期间迪士尼甚至连1分钱的股息都没发过。Burry 用这些数据告诉所有人，一家伟大的公司并不等于一个伟大的价格。他在文章中写道，历史股价表现绝不会给当前的业务增加任何额外的价值。吉列也好，可口可乐也好，他们并不是无价的。如果价格太贵，好公司也会变成烂投资。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巴菲特式投资呢？
Burry 在文章结尾提到了一个词，叫 intelligence， 智力。他说的智力不是指智商的高低，而是指独立分析的能力，摆脱历史教条和他人观点的束缚。这也是我在解读《大空头》这部电影的视频当中所总结的。当时大家都去买众所周知的好公司，那是模仿，不是投资。而 Burry 作为一个医生，他像诊断病人一样去诊断公司。他看准了苹果拥有强大的品牌复原力和经常性的消费者吸引力。虽然当时他看起来像个重症患者，但在价格极低的时候，他才能拥有真正的安全边际。所以他告诫读者，要从巴菲特的精神中受益，而不是简单的模仿他的持仓，因为模仿其实就背离了巴菲特策略的灵魂。回到我们开头的问题，大空头 Michael Burry 是一位价值投资者吗？答案是肯定的。1999年他做多苹果，是因为他看到了被低估的价值。2008年他做空房地产，不是因为他痛恨房地产，而是因为他看到了被疯狂高估的价格。对 Michael Burry 来说，做多和做空本质是一回事，都是为了让价格回归价值。正如他在1999年那篇文章里最后一句建议，曾经默默无闻的公司，明天可能就不再沉默。思考，智慧的投资 ，think, invest intelligently。感谢大家收看，我是老贺。如果本视频激发了你的思考，请点赞订阅，咱们下期再见。